知道吗？现在 AI 红利很多时候不只是晶片公司吃得到，还有一些藏在设备核心精准控制的公司会一起受惠哦。今天这集要讲的公司，就是那种看起来很低调，实际上却很重要的角色。他做的东西不只是马达，还包含驱动器、控制器、奈米定位平台，整套高阶机电整合的解决方案。随着 AI 晶片越来越强，先进封装只会越来越复杂。激光子检测也会越来越重要，设备对精准控制的需求也只会越来越高，而这家公司正好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果你想投资 AI 半导体，不可以不看的一间重要设备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大盈微系统，白股代号4576。我们今天将分析它的营收的一个占比，还有它最重要的是做什么样的项目呢？今天王胡先生就带你解析这档股票。不管是从公司的营收，以及他们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你是为了什么会去买它呢？那我们开始吧。大盈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那股票代号是4567，它创立于1997年的4月，母公司是叫上银。那上银，如果有在做股票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它是做有关工具机的一个产业。大盈微系统呢，就是帮它生产马达、控制器的一个驱动器的一个整合。那等于是有点像是类似后端跟一些零件的一个系统。那母集团公司上银深度整合。大银也提供了驱动器与马达，那上银公司就提供减速机与机构，那共同完成的一个解决方案，等于有点母子公司互相携手合作的一个概念。创办人就为卓永才，那现任董事长是卓秀瑜，两位最主要是父女关系啊。那全球的营运总部是设在台中，那研发中心的话，它是以以色列为主，那并在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瑞士、捷克都有一些销售以及服务的据点。介绍这间 MegaFabs 的这间公司，它成立于2000年，那 Max 博士来领导的一群工程师创立的。那它最主要是放在一些高阶软体的演算法，还有数位讯号的一个处理。那主要是做一些比较运动多模态的一个控制器的一个产品。那他们擅长利用就是软体运算来解决半导体设备，还有精密检测系统，以及这种高速定位、奈米级的定位所面临的一些控制难题。在被大银收购之前，它就是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设备商的一个供应材料商。在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嘛，那 MegaFabs 也陷入一个营运的低潮。那当时德国的工业巨头西门子也有意收购它，但 MegaFabs 不愿意卖掉，因为他只是想要它的技术。那当时台湾的这个董事长呢，这个卓永才董事长呢，他知道台湾的机械业要做的硬体是没有办法打入全世界的顶级设备的厂商。他必须要掌握就是控制器跟驱动器，也就是他这个大脑，还有一个技术。所以他在2009年用大盈微的系统出资 60%， 那上银公司出资 40%， 那联手斥资将其并购。上银集团就是他的诚意，就是说他让这间公司可以在以色列的研发团队都可以继续在当地运作。那这一点就是打动了当时 MegaFabs 的一个 Max 博士。那他对于大盈微系统的这个战略价值，就是它并购之后呢，让那个 MegaFabs 的超精密的一个控制技术，把它的演算法放到它的自家的一个伺服器，那就补足了就是台湾的一些厂商过去比较弱的一个电控的一个技术的部分，让大盈微的系统可以成为少数全球上同时做自己的线性马达，又可以写高阶控制的一个演算法的一个软硬整合的一个机电一体化的大厂。那也就是今天大银可以如此顺利的打进先进封装还有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核心，以及它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进入这些关键的
半导体的供应链。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它114年的第一季，还有115年的第一季。那红色部分就是115年的第一季，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个产品的区别，就是微米与奈米级的定位系统与精密运动级元件。那这2项其实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别这样子。那你看他们去年从那个奈米跟微米系统的定位啊，从这边方面就可以得到 2.8 亿的营，那今年更是成长到了 4.4 亿，还有一个精密运动级控制的元件，那去年是 3.1 亿到今年的 4.1 亿，所以说它的这个成长的部分到今年都是有相当可观性的。那就是大英微系统呢，它从5亿8千万增长到8亿5千万，增加将近2亿多的一个2亿6千万的一个增幅，年增约 45.5% 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我们接着它就是主要收入的一个商品，第一个就是微米与奈米级的定位系统。那它这个应对的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像是 number positioning 的一个 stage， 就是奈米定位。它就是讲的就是线性马达的一种定位，等于是说我们今天运送在工厂内运送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用一种磁力的方式去运送，而不是用传统的那种摩擦式的方式去运作。很多 AI 的一些半导体的设置，像看台积电的一些设备的话，它都在场内的运送都相当的快速嘛，那不可能是用传统那种机械式的去运送。那今天增加速度的话，都是用这种线性马达的定位，那 XYZ 这种3轴的机器人去做定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偏向专业，但大家只要知道，就是他今天就是运用这些像是这些机器人，那机器人讲的不是那种人形机器人，就是在今天工厂都已经 4.0 的状态了嘛，所以说就是这种自动化设备去操作，那这些设备的一些平台运作，大英微最主要就是做这些系统的整合，然后还有马达的定位，然后会做到微米级的控制。那因为现在我们的半导体的技术都是已经走到，就是晶片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小，所以说这些东西，奈米啊、微米的一些定位系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的一个方向。另外再来讲到就是精密运动以及控制的一个元件，那这就是驱动、控制、回收的一个整合起来的一个核心元件。那这个部分在114年的第一季，它的都得3亿600万，那在隔一年，也就是今年第一季就到了4亿900万，那等于增加1亿300多万元。电子设备的一个自动化产业，还有我们看到的关键字就是机器人的一个系统，还有工具机产业等的这些方向的一些驱动器，这也是它的其中的营收范围的部分。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它到底卖的时候是卖给什么样的厂商，还有它终端应用的客户。好，我们先讲客户端，像它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的设备，像未来的一个 CoWoS 或 FOPLP，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群创这边有提过，就是面板级的封装技术，还有未来矽光子的检测平台，它预计至2027年的营收比会提升到5%以上。2026年的资本支出主要应用于无尘室的产能的扩充，以因应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强劲的拉货需求。那主要的厂商，那像台股的话，就是像友达群创、元泰、还有台达电，甚至是研华，还有像是机器人公司所罗门。那日股的话，就是 Panasonic 的 Holdings 啊，还有 Mitsubishi 的 Electric， 就是工业自动化这个部分。那大家可以停下来好看这些，像是台股、日股、美股，像 Intel。然后还有 ALA， 也就是科视嘛，然后还有美光，最近超红的美光。像这些设备的话，我觉得在大家未来在他们的一个投资上都可以作为自己算是比较重要的持股的 portfolio， 都算是不错的一个选项，让大家参考一下。最终会用到一些终端客户，还有半导体跟先进制程。主要来说的话，就是直接供应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平台。那当然就是艾斯摩 ASML 这个龙头啊，然后还有来自台积电的供应链啊，然后涵盖的一些高精度的制程，还有后段的检测的一个设备。然后新增的客户多具备这个测试手机或者行动装置这个软硬体的安全性，也就是 NDVT。这个 ZT 就是 Zero Test， 就是它一些新科技的技术的方案，就是
要做到零失误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验。那它聚焦的会在于就是一些晶圆取巧的一些解决方案，还有硒光子的检测。如果这些晶圆的翘取的话，其实它的解决方案其实会比较困难，因为像是面板级的封装的话，面板一些四四角角的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些题，那这个都是相当困难要克服的一些技术。所以如果有这样子大英微这样子公司的推出的一些工具机的系统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在未来像要这些先进封装啊，不管是 CoWoS 啊，或是面板级的一些封装之后要在制造的时候，这个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动能。那最近也因为台厂的一些扩厂，还有一些像半导体设备的扩厂，还有资本支出，都是在投资这些设备。那所以说，在未来如果像类似结合像上银的工具机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状况的话，未来很有机会就是可以再把他们的营收再获利再拉高这样子。那这个是它之前有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它 AI 和机器人的一些题材跟趋势。那它这个 AI 驱动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状况嘛。那像 AI 高速运算跟一些推升进的一些先进封装 CoWoS 啊，像是FOPLP 就是面板级的封装啊，还有光通信的需求，它就是2026年的主要的一个动力的一个来源。那高精度的一些定位平台啊，4月份就开始出货咯，然后满足硒光子像 CPU 的一个检测高规格的要求，还有支援 AI 晶片的一个效能的测试，针对 AI 晶片制程开发高精度5轴的模组，那用于改善大尺寸的晶圆的一个检测精准度跟它的生产良率。那 CoPoS 的话，也就是最近台积电最新的一个封装技术嘛，那它就是在积极的打样验证中。那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边边有一些翘取的部分，可能就是像我刚刚提的，就是它是因为是面板级的封装嘛，那所以说它这个部分就是要在解决中，所以它现在正在打样跟那个验证中。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就是它在机器人那个技术的布局。那这个人形的一个机器人的组件啊，然后还有一些驱动器啊、编码器啊，还有力矩的一些马达，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偏向过于的一个专业。那它目前也是处于打样的阶段，那要大规模的量产还要一些时间哦。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生产，在未来还真是有一点点距离啊，所以现在也都是在初期的阶段。在工业物流的一个机器人呢，它与一个 Dextery 合作推出一个8轴物流机器人，已经进入量产，持续在供货中，也展现他们 AI 辨识跟传动控制的一个整合的能力。那这个就是上银跟它这个机器人大厂就把他们那些 AI 智能的一些工业高效能的机器人，然后打入进去。那他们的一个 match 具备双手背的这种的机器人，等于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 physical AI 的一个打造。那这个是他们发表的一个新闻。那这个就是 Dextery 的一间公司，它的一个看它那边写这个 Future is Physical， 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站上的影片就已经在介绍，就他们在做这些工厂里面的一些流水线呢，就是摆上这些机器人，然后这些机器人的一些移动啊、手臂这样子。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比较会先，这也不是未来，就是它现在就已经在进行时，所以说它是有一个量产的一个部分，那也导入，那等于是也有进入一个商转的模式。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公司，你看它用影像辨识，我觉得在未来在美股的投资的话，这个虽然说还没有上市，好像还在等 IPO 的阶段吧，所以未来这也是可以去参考的一些美股公司，它整合他们的一个机电优势的一个整合，那结合他们上银的机器结构，然后定位能提供就是机器人的全动力的核心心脏的一个供应商。再来进入玩虎小观点，那我们这边看就是它未来的成长潜力跟风险。那第一个，它的未来就是硒光子 CPU 检测是下一个爆发点，因为它现在有一些东西都还在送验证，预计在2026，也就是今年到27年，它的生产的价值跟营收贡献就会拉上来了。
那也跟 AI 晶片有高度的正相关。再来就是机器人题材，目前就是以打样、验证、送样为主。那短期营收的贡献还是没有那么大。组件的一个自给率上的话，它是结合上影，那长期都是还是具备了第二成长的一个曲线的潜力。这个也就是它有一点本梦比的部分啊，就是说它已经虽然现在在送样，也刚刚就是提到，就跟外国的 Xcerity 的这间公司做切入跟导入，那最主要机器人部分还是在以工厂设备为主的这样自动化基础为，那再来就是 AI 需求的外移至PCB 的一个检测，那它就是高阶定位的一个技术平台，这个就还是他们有很强的一个粘着度，就是在对于机台这方面的一个定位跟整合的一个系统，还是有很强的一个需求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它未来要看的就是一些半导体跟面板景气的一个循环。我们知道最近半导体当然是很红嘛，那 AI 也是很红。然后面板的一些厂的话，它一些机台的检测就是看他们未来扩厂的方面会没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或是它的机器设备会不会有一定相对应的一个更新。先进封装的话，像我们知道群创嘛，那就是在打入这个面板级的一个封装。那这个未来也是它的一个客户的来源之一，友达啊、像彩晶啊这样的一些面板厂都还是虽然说景气的循环，所以说它可能还是会吃到像景气这方面的一个部分。那第二点就是它的也算是有点危机的部分，就是它的产业就是过度于集中于 AI 半导体。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供应链的一个压力。那供应链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它可能上游有时候要叫料的时候，那会不会有遇到就是料不够？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缺料，然后还有就是分布式海峡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那像这样的通膨跟供应链可能会造成它这方面会有一些危机。那第四点，它的技术虽然够强，但市场的波动也很强。就刚刚提到它这样的一个技术跟软硬整合的一个方式。在业界来说是技术的护城河是相当够的，有时候也是吃市场的一个波动嘛。例如说像今天如果记忆体的扩厂可能遇到稍微不顺啊，或是遇到什么景气的一些波动的时候，他们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然后还有再就是汇率的部分，像台币对美金或是台币对日币的一个相较，如果是越来越拉升的话呢，会不会造成他们汇兑的方面的损失也会很大。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观点。今天这一集的介绍就到这边咯。那大家对于大盈微系统这间公司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觉得它未来还有成长的空间吗？还是说会像现在遇到一些景气的一些风波，那它的股价会持续创低吗？欢迎告诉我你的想法哦。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技术面的部分，或是它公司的一些产品的部分，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也请多给我指教。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的节目，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这个频道的东西，还有一些分享的心得。王虎先生今天就介绍到这边，那大家帮我按赞订阅起来，谢谢咯。好，那下次再见咯，拜拜。